还是说吴越王的位子，他想争一争？他这个性子如何当得了国王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这个心思。阿姐，若姐夫真成了吴越君王，那便不是当真如书上所说，穆侯而冠了。你说谁是猴子呢？阿兄，你走太快了，我都跟不上了。阿兄，阿姐都回来了，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哎，阿兄，这次阿姐回来，是不是就是要嫁人了？杭州那边都没下聘礼，你阿姐如何嫁人啊？那这次姐夫回来，是不是就是来给我们下聘礼的？眼下还不能叫姐夫，小夏阿娘说你啊。是了，等真正下定了聘子，那才真的算是姐夫了。这世上哪有自己给自己下聘的道理？阿姐，阿姐，阿兄，三哥，阿佑，你怎么长这么高啦？那是阿姐有多久没见阿佑了？对了，阿姐，阿娘等了许久了，快去。我先去给阿娘行礼。九郎，三哥，劳累了。哎，没事。带礼物了吗？带了。询问。等我。啊，这些是果子、腐干，王都冬季的时间水果，也就这些。三哥和岳母久居岛上，给你们拿来尝尝鲜。就这些。哦，你此番不是来下聘的。六郎如此行事，是要羞辱母亲吗？三哥，如今家里日子过得实在是紧，事情又多，私事只能往后拖一拖了。母亲吩咐，若你是来下聘的，纵然不合礼数，也请桃花院中叙话。若你不是来下聘的，看在两代人的交情上，允你上岛，他却不便见你了。三哥，我此番来实在是有事相求啊！穷到这个地步了，小弟所言绝非虚假，六哥和七哥是实在是没法子了。本来想着将那山岳社给抄了，拿得一笔横财，将眼下的关口给应付过去。可谁知道那程昭岳一把大火，将总社给烧了，连同各个分号铺面的账簿烧的是一干二净。倒是留下了一本礼金簿子，从尚书太尉到下面的主簿、都头，零零总总，记了几百个朝廷官员的名字和数目。六郎不查吗？那礼金簿子上第一个名字，就是当朝大司马胡令公。六哥如何查？再就是那些地方豪门近几年的走动来往，金额数目，程昭岳一笔一笔记得是清清楚楚，骇人听闻，不寒而栗。那你此番来，是六郎的意思？不是，六哥太累了，旁人可以站在边上看他笑话，可我却不能。我是自己要来的。我想找三哥和岳母，看能不能看在真娘的份上，助小弟一把。程良知道吗？他没与你说。我问了很多遍，就是不肯跟我说。他那个傻子，满肚子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以为自己不说，别人就猜不出来。我本来就没什么好猜的，既是被外放到台州做知州，那这明摆了，就是为了让他去填台州先征后粮捅出来的大窟窿。前些日子为了凑齐年贡，连同府上那些瓶瓶罐罐、丫鬟们、婆子们头上戴的、身上配的，一股脑全送进宫里去了。可他又不是什么神仙，变不出那么多个金银两米，
除了求阿娘援手，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法子了。你的也都送进去了啊？只有我的东西，他一样没动。50万户粮米，母亲不会答应的。三哥，那可是10几万人1年的生计指望啊！道理没错，可道理又错了。啊？你既然是来求母亲相助的，那自然应该先问问母亲的道理是什么。黄龙社行走海上，行的是商贾之事，做的是往来生意。哎呀，三哥，我此番来，不是要岳母和三哥平白的帮我，我不是要啊，我是借呀。年力太多，小弟不敢许，可3分力，小弟这个做知州的，还是能做得了主的。那还是你的道理。你以为说生意买卖，便是循着母亲道理行事了？生意买卖，确实是母亲道理，只是要看是什么生意，要看是何样买卖。那依三哥所见，岳母大人，她想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买卖？这小子倒是会想，居然将主意打到老娘头上来了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这回要是不帮他，他可能真的要跳海了。跳海也是他自家要跳，又不是老娘逼他跳的。再说他跳了，心疼的也不是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阿娘，要说自家人帮自家人啊，这到现在了，定子聘礼都还没交，便不算是自家人啊。这个忙没有白帮的道理。他现在没有钱。要说是生意买卖，咱们黄龙社有黄龙社的规矩，没有10倍以上的利，这生意也罢，买卖也好，咱们家啊都不干这个事儿啊。阿娘，台州5个县，10几万的百姓全陷在这个窟窿里了。阿娘即使有余力，便不能帮一下吗？全当行好事儿，为女儿和阿佑积点德行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3件事。这些人若说是这个小子的亲族故旧，这生意做了也就做了，不赚钱倒也赚些情谊。可如今呢，这10几万人，他是吴越王的子民，他们种了地是给吴越王交税。咱们黄龙岛家业再大，要去向这些人施恩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家是要夺钱家的东南基业吗？九郎是个好孩子，知道心疼穷人，怜悯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，说明这孩子心肠软，心思正，这些都是好事儿。但是有一条你得想明白了，他虽然姓钱，却并不是吴越之王。还是说，吴越王的位子，他想争一争？他这个性子如何当得了国王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这个心思。阿姐，若姐夫真成了吴越君王，那便不是当真如书上所说，穆侯而冠了。你说谁是猴子呢？不管他是不是有这个心思，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性子，哪怕他是只猴子，那又如何？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现在杭州城里那些老家伙，怕是已经明白了，
这只上蹿下跳的猴子已经有这个资格了。你想不想当吴越国的王后啊？这才是大生意，大买卖。父亲，杨大回报，七郎君今日离开了子城，便进了袁大参的府上。看来袁大参拜相的事儿，大王已经想定了。湖州那边是谁在盯着？是长久。八郎君昨日抓了一个妖人，判了一个妖言惑众，逐出了湖州。让他不必盯着了，他没资格了。派他去台州，去盯着九郎君吧。诺10税一，太高了。杭州的博弈物便是10税1啊。杭州可以，台州却未必能成。阿座，一者谢三哥，杭州乃是吴越王都，前王自家就住在城里，有财力买船出海做生意的宗主，在朝中要么依附权贵，要么自家便是权贵。是，在宁海设博弈物的确比不得杭州，不过细细算来，便宜之处也不是没有啊。我来之前查了户部的价格库，王都每岁纳税造册的货物10成里有7成8都来自杭州博弈物。这些货物当中，留在王都就地发售的只有4成，其余6成都流向了王都周围的州县。这6成当中，东府占了3成，东府的这3成里，只有1成留在当地，其余2成都流向台州。至于明州，明州辖下各县，所有的店铺集市，挂的都是我黄龙岛的黄龙旗。山岳社全盛之时，有78处分号铺面，唯独在明州境内，一家都没有。我们不用给前王缴那1成的税，更不用上下打点那多出来的2成。山岳社的货，平白比我多出了3成的损耗，售价上便至少要高出1倍去。可现在没什么山岳社了呀。来，做生意要知己知彼，更要有自知之明。以黄龙岛的人力物力，掌控明州6县的货流贸易，已是吃力，再要谈心，那便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。其实你与真娘的婚事若是得协，2家人做了1家人，你说的局面也未见得全然不可为。只是，只是什么？真娘与你或许算得1家人，可黄龙社与前王却依然算不得1家人。除非你来做前王。阿舅和阿娘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你阿爹当年欠了我阿娘一个名分，我阿娘如今想从我身上讨回来。那你呢？你怎么想？没意思。没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啊。其实，
他们的意思我也能体谅得。这天底下，哪有不疼爱儿女的父母？只是你知道，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。你要是觉得心有不甘，此刻就可以跟我说出来。我为什么要觉得心有不甘？你记着，从我12岁开始，我心中惦记的是钱家九郎，不是什么吴越前王。你听好了，我不想做什么王后，因为我觉得没意思。其实，我阿娘也不想做什么王后，因为她也觉得没意思。那他都觉得没意思，为何还要阿舅来试探我呀？让他自家去做，他觉得没意思。可是他觉得让你我去做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。可是我觉得，他觉得让我做王后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，便逼着你我去做一件我们俩都觉得很没意思的事儿，这事儿特别没意思。哎呀，可台州怎么办呀？除了此处，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儿能借出来50万斛粮米。你求求我，快求啊！求你便有用了吗？要在台州设博弈屋，真是异想天开。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台州知州，便是他做了吴越之王，做了天子又如何？那些个在地方上盘根错节、经营了几百上千年的豪门望族，哪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撼得动的？这自古以来就是100年的朝廷，千年士族，天子也依然奈何不了这些树大根深的豪门世家。他们有田有土，朝廷要收税，要治民，桩桩件件离不得他们。平心而论，九郎要做的事情本也是正事。台州5县10几万生民嗷嗷待哺，若是错过了春耕，恐怕……你少跟我说那些大道理。那些10几万的生民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倒是顾念他们的生计，临世之时，又能有几个人顾念今天活命的恩义啊？想当年，你祖父跟随黄王起兵的时候，那也是一腔热血，要重整乾坤，要将那些以家国梨树血肉为食的权贵豪门扫荡干净，救千万生民于水火。可最后呢，他们要救的那些人，领他们的情了。陈州兵败之后，你祖父率清兵杀出重围，转战荆南，被邓家兄弟的那些土兵堵在山路上。那也都是些寒家子，都是在土里刨食吃的农家汉子，也都是皇王檄文里要救的前守圆圆。那些个人一个个像疯了似的，抡着斧子刀子，口里喊着诛黄皓、讨唐克、迎封诰。你倒是想救他们，却是想好了，终有一日等你落难的时候，万不要想他们能知恩图报。他们只会拿着你的人头去换自家婆娘的封诰。有朝一日，这个岛子你做了主，愿意去奉迎哪家的天子大王也好，愿意去滥发善心，拯救千万生民也罢，都由得你。可你娘我一日不死，这岛上便是我说了算。50万斛粮食，我宁肯散出去喂狗，狗比人有良心，吃了你的东西，不会翻过头来咬你一口。阿姐，阿姐，我不敢。我去做，你有什么不敢？
你知道阿舅他最重规矩，这是要喂大鱼的罪过。这喂鱼也是我喂鱼啊，你是被我胁迫的，没什么罪过。阿姐，不会让你去的，那里是最要紧不过的地方，所有人都知道规矩的。你带着我便能进去了。阿姐，你忘了，你要进去的话，最起码也得需要阿娘和阿舅的牌子，否则连大哥都进不去。你去帮我搞个牌子。我可不敢，阿娘知道了，非把我拆了不可。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的。走，跟我走。哎，阿姐，哎，走吧。哎，阿姐，哎，慢点，阿姐。阿姐，阿娘，你管不管了？阿姐，好好的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离开岛这些年，连岛上的户籍都消了是吧？真娘，怎么跟母亲说话呢？还是说我离了岛就不是阿娘的女儿了？如今这岛上是大哥做主，我这妹子是外人。这谁惹你了？怎么回事？我自与阿娘说话，大哥为何要来教训我？你若是想教训我，12岁之前干嘛去了？你这番脾气好没来由。哎呦，地上凉，你快起来。钱家那小子欺负你了？哼，他若是敢欺负我，我自家一定会料理他，用不着到阿娘这里来诉说委屈。他来岛上管你们借粮食，你们愿意借就借，不愿意借就不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年我把我送给他的时候，也没问过我自家愿不愿意。如今这些年过去了，倒是因着他的缘故，连我也成外人了。你们拿他当贼提防，倒也就罢了，还是说，在阿娘阿舅的心中，我也是贼了？若真是这样，那我就不在这碍你们的事儿了，索性离了岛。从此以后，死走还是逃亡，与这岛子再无干系。你这发的什么疯啊？你这荤话是谁说与你听的？谁说你是外人了？谁拿你当贼防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阿姐让我领她去琅琊阁，但是没有阿娘和阿舅发话，我不敢。你要去琅琊阁做什么呀？不做什么便不能去，去了就一定得做什么是吧？真娘，岛上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，琅琊阁重地，没有我和阿姐的令牌，擅入者死。对，所以说，大哥得进，阿佑得进，只有我这个外人不得进。我倒是不明白了，你这番脾气来得好无来由。难不成我不借粮给那小子，就是将你当外人了？你就要发作一番为那小子张目？哼，到底是我将你当外人了，还是女儿生了外相，你将我这个亲娘当外人？我在这岛上待了12年，若是你们觉得我离了家便是外人了，与我直说。原本就不该回来，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屋子了，也没有我的务实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，只需明白的与我说一句就好。真娘，你这些话与琅琊阁有何干系啊？阿舅，你只管与我说，琅琊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？此事就此作罢，真娘再无一句多言。从此以后，你再也不会从我口中听到琅琊阁3个字。如为此事，人身共极之。琅琊阁乃社中库藏重地，怎么会有你？阿娘，阿舅说，里面没有我的东西。此话可是真的。绕了这一大圈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？阿娘，你只管与我说实话就好了。女儿知道离家太远，未能在阿娘膝前尽孝，虽未行礼，
但如同出嫁，嫁出去的女子便是外人了，没有便没有了。只求阿娘，看在母女一场的情分上，将我阿爹留给我的刘凤钗子赐予女儿，我这就离岛，从此以后再不让阿娘担心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呀？我是你亲娘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你的事情天底下旁人不惦记着，我还能不想着吗？真娘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阿姐给你准备的妆奁，共计64担，步摇花生，霞帔云裳，玲珑妆塔。只这些穿戴饰物，便有整整12担，依的是公主出嫁的故礼。除此之外，还在杭州城外用你的名字买了600亩胡鱼田，建了2个庄子，外加城中马行街上的一处胭脂铺子。哼，这些啊，都是3年前便预备好了的，都存在琅琊阁中，隔几日便要打理一番。阿舅说的是实话，我这便带你去，你自家眼见为实。阿舅是想带我去看嫁妆，还是想看着我？阿佑，拿着令牌，带你阿姐去琅琊阁，她要看什么便看什么，看什么都莫要拦着她，任她自己看个够。你呀，来，看。女儿这边去看看，回头再向阿娘、阿舅请罪。哎呦，这都多大了，这脾气秉性，要不这定子聘礼少要些吧？我有些觉得对不住那小子。阿姐，我问了许久，你也不告诉我，你来这儿做什么呀？啊？你要找什么？你要这个做什么？哎，你跑，快点帮我系上。最近我是胖了点，快点儿啊！行了，哎，你们俩过来，过来。玉郎，对不住了，二位啊！阿姐，看什么看？帮个忙，找2根结实的绳子。找绳子干嘛？把他们绑起来。绑起来？快去！哦。只能拿这么多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学文，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。这是……快呀，愣着干嘛？搬呀！中午梦溪中船。赶紧收拾行李，连夜开船。啊！夜间行船不周全，不如明早。明早就来不及了，再过1个时辰都走不了了。姐，去，快去！走，收拾去。哎。阿姐，这闭嘴！到底偷了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现在不是说的时候。哎呀，反正是有用的东西啊！阿佑，你先回去吧。他不能回去，他得跟我们一起走。做贼还留下个证人，可真够傻的你！
剑也拿着。阿姐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事情，我去就回。啊，行啊，你快回去吧。阿姐，阿佑，你听话，阿姐带你去台州玩上几个月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是，玩一段时间。行。啊，走，玩几个月，走。就算你割了绳子，这些船也走不远。这些战船是黄龙岛纵横海上的根本，若是坏了这些根本，此生便再难回来了。阿兄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。你说我该拦下你们吗？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，你可以不帮他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事儿。我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，方才在母亲和舅舅面前，便直接戳穿你了。真娘谢过阿兄。不管你从琅琊阁中拿了什么，都不值50万户粮米。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。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，能不能放我们走？你快走吧，莫让九郎等候太久。真慢。坐不住了，便到望海楼上去看一眼。陪着这个臭丫头一起胡闹，是不是很辛苦？反正从小到大都是陪着你胡闹，如今老了，陪着真娘胡闹，也是一样的。你呀，非要做个挑剔的丈母，我继续陪着便是了。哎呀，你说那死丫头，她会拿些什么东西？那要看她搬得动什么了。费了这副马心思，若只拿走些不值钱的，哎呦，那她可亏大喽。
真要是拿走，值得上50万户粮食的东西，哼，怕是这一宿他们都搬不完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全都是啊！查验完了，这是什么呀？庄帘已收，所余64担，为阿娘再教添庄。杀千刀的死丫头，竟敢拿老娘来消遣！他都拿了些什么呀？拿走了16面双龙旗。啊！哎，上林湖秘色窑烧制的青瓷，光漆3年的存货，你轻点儿，拿到市面上能换整整10顷地。家贼难防，我就不该发这个善心。还有呢？既然是家贼，自然是识货的，值钱的一件都没拿，除了旗子。还拿走了黄龙令，以及阿佑。传我的令，岛上所有的船无分大小，都给我派出去，把那2个小子给我抓回来，千刀万剐。都跑了1个时辰了，你去哪里抓呀？小人参见赵知司。传各东主、船主，正月15，台州宁海上元节大会，5万斛粮米换1面双龙旗。逃啊！快点！那小人谨奉令律。